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Ariel 的学新时间。今天要跟大家聊聊一个常常困扰我们的问题：为什么成功人士能做得到，而我们却感觉在原地踏步？我们平常刷 IG 的时候，常常会看到一些很亮眼的成功故事，比如说某某人30岁就财富自由，或者是某某网红每天都过着很精致的生活，人生一切都非常完美。结果我们再低头看看自己，真的忍不住想问，为什么我做不到呢？那你有没有想过，成功人士真的只是比我们更努力，还是他们掌握了什么独门的技巧呢？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3个突破关键，帮助你们不只是努力，还要有效率的努力，带你一步步靠近自己理想的生活。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，有一位很有名的作家，每天固定写作，从不拖延。那有一天，他的朋友问：你是怎么做得到每天都有灵感，还能这么高效写完一本又一本书呢？他的回答超级简单：不是每天都有灵感，但我每天都坐在桌前开始写。成功人士的特质往往就是在这里，他们不依赖动力，而是依赖系统还有习惯。这句话听起来简单，但实行起来却需要超强的心态还有方法。而我今天要教你的，就是如何去建立这套属于你的系统。现代生活充满了分心的东西，手机通知啊、IG 啊、YouTube 啊，还有很多工作上的压力、生活上的压力。根据研究，一个人平均每6分钟就会被打断一次，导致我们的专注力和效率大大的降低。这样的环境下，想要真正专心完成一件事情真的不容易。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说，我真的想改变，但每一次设定目标，过了几天又放弃了。或者是我知道自己需要努力啊，但总是被现实拖着走啊。你是不是也有这种困扰呢？别担心，今天的分享不是要让你硬撑，而是帮助你找到方法，突破自己的卡点。我自己实践过这些方法，并从心理学的角度验证了它们是有效性的哦。它们让我的生活更有效率。今天希望能帮助到你，所以这支影片你一定要看到最后，因为我会告诉你具体的3个实用技巧，让你也能像成功人士一样，不只是努力，还能事半功倍哦。每一个人的一天中都有一段精力充沛、专注力最强的黄金时间。这段时间通常是我们完成高效任务的关键，但你知道吗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黄金时间。那为什么黄金时间这么重要呢？心理学家发现，专注力和精力是有限资源，每个人每天的巅峰状态大概只持续2到3个小时。如果这段时间浪费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，我们的效率就会大打折扣咯。那我们如何找到自己的黄金时间呢？首先从自我观察开始，1周内记录自己的精力起伏，尤其是什么时候你感觉你的脑袋最清醒，动作最快。第2，试试水温，在一天中的不同时间段，分别处理重要任务，对比完成速度还有感受，逐渐找到最适合你的时间。第3，就是注意生活习惯，早起型和晚睡型的人黄金时间都不同，比如夜猫子的黄金时间可能就是晚上，而早起鸟的话则是早晨。
那我们又如何利用黄金时间呢？把最重要、最需要专注的任务安排在这段时间内，例如需要深度思考的工作、学习新知识、写作等等。接下来我们需要摆脱分心，可以用专注工具，比如番茄钟，或者设定手机的 Do Not Disturb 的模式，避免被通知打断。最后就是补充能量，在黄金时间适量喝水，或者是吃一些健康的零食，保持精力充沛。黄金时间不需要是连续的，可以是几个高效的小时段，比如早上9点到11点和下午3点到5点。第二，建立可维持的微习惯。我们常听到一天养成一个好习惯，但往往开始的很有热情，却很难坚持下去。这时，微习惯的力量就显现出来了。什么是微习惯呢？它就是将你的目标缩小到几乎不可能失败的程度。比如，你想健身，每天做一个伏地挺身开始；或者说，你想提升自信，可以每天对镜子里的自己说一句鼓励的话；或者说，你想写日记，每天只写一个句子。那为什么微习惯能成功嘞？心理学研究表明，我们的大脑对大目标产生抗拒，因为它们看起来很麻烦。但微习惯很小，很简单，几乎不需要意志力，让我们更容易迈出第一步。而一旦开始了，我们通常会做得比原本的计划更多。这就是微习惯的附加效应。那我们要如何更容易建立微习惯呢？首先，确保你的目标足够简单，比如每一天读1页书，或者每天学一个单词。接下来，把微习惯接入现有的习惯中。喝咖啡时，写下一件感恩的事情。第三，用手机的 App 或者是简单的日历标记每一天完成的情况，让自己看到进步。完成后给自己一个小奖励，比如泡杯喜欢的茶，或者是听一首好听的音乐。最后，用目标拆解法打败拖延症。拖延症的根本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面对的目标太庞大了，让人不知从何下手。这时，学会拆解目标变得非常的重要哦。什么是目标拆解法呢？它就是把一个看起来很大的任务分解成小步骤，让每一步都很清晰，容易执行哦。比如说，想开始运动，第一步就是穿上运动鞋，然后接下来在家里跳5分钟。你想整理房间，今天只整理床边的小桌子，把垃圾清掉，或者是物品分类。你想准备1周的餐点，先计划一个菜单，买好食材，当天只处理一部分。这样的拆解目标是不是很容易呢？接下来给大家分析一下拆解目标的步骤。第一，明确终极目标。第二，定义中期目标。第三，设定短期目标。第四，制定每天的行动计划。为什么要这么分呢？比如说，你的终极目标是把家里整理干净，那这个听起来是不是很累呢？对吧？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分成为定义中期的目标，也就是说，先完成客厅的整理。这样子听起来会不会比较轻松一点呢？我们还可以把它的范围再缩小一点，比如说今天只清理沙发和茶几，然后再这样子定制每一天的行动计划，就是分步去完成它。比如今天擦10分钟的窗，明天30分钟整理衣服，这样听起来是不是更轻松了嘞？我自己呢会用 Notion 去写我的 To-Do list，
把拆解的步骤列在我的 list 上面，完成一个就打勾，视觉上特别有成就感的哟。还有我会用番茄钟法去设定25分钟专注的时间，然后完成一个小目标后休息5分钟，循环的去进行。这里给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吧。有一位上班族，每天下班后都觉得家务事很累人，但总是懒得去动手，导致周末一次性的整理压力特别的大。后来呢，他把家务拆解成小步骤后，比如说周一他晾衣服，周二擦地板，周三清理书桌。结果他发现每天只需要5分钟，家里一整周都能保持清洁，压力也减轻了许多哟。拆解目标真的可以降低心理负担，让你觉得目标没有那么吓人。完成一小步时，大脑会分泌多巴胺，让你感到快乐还有成就感。这种愉悦感会推动你继续完成下一步，形成良性的循环。这些技巧看起来简单，但最关键的是执行。我们常常知道应该怎么做，但是就做不到，这是因为我们的大脑会倾向选择最简单的事，所以不要给自己太高的压力，从小的开始累积信心，然后让自己一步步习惯成功的感觉。记住，成功不是天生的，而是后天养成的习惯。今天分享的3个技巧，能帮助你慢慢建立属于你自己的成功系统哦，让自己不再只是羡慕别人，而是实现自己的目标。最后提醒大家，除了效率之外，心理健康也是我们成功最重要的基石。如果你感到压力太大，一定要给自己适当的休息时间，学会关心自己的心灵状态。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可以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们。也欢迎在留言区和我聊聊，你是怎么保持效率的，或者有哪一些方法让你感觉很有帮助。我是 Ariel， 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次见，拜。